今天走进街角熟悉的全联福利中心，却发现人潮不像以往那么熙来攘往，货架间有一丝异样的冷清。发生什么事了吗？原来最近社群上正流行一个新名词——断联行动。字面上看来是要和全联这家超市巨头断绝联系。全联这次真的惨了吗？曾经号称庶民之光的平价超市，如今为何陷入全民抵制的风暴？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场抵制潮如何掀起，背后有哪些争议酝酿已久，还有全联将面对怎样的信任危机。首先，我们先从事件的导火线说起。今年下半年开始，全联可谓多事之秋，一连串争议事件像雪崩一样接连爆发，把这家零售龙头推上风口浪尖。一、支付安全爆雷。2025年11月初，一位网友在论坛爆料，自己使用全联的全支付电子付款服务时，银行账户突然遭到多笔不明扣款，短时间内损失了数万元。随着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用户跳出来表示也遇到了类似状况。有人收到疑似官方寄来的电子邮件，诱导点击更新全支付 App 的连结，一点下去，绑定的银行账户里钱就被洗劫一空。全支付作为全联自家推出的电子支付工具，用户规模高达600多万人，原本是方便累积点数、享受优惠的好帮手，没想到现在竟成了资安噩梦。对消费者来说，钱袋子被害是非常惊慌的经历。更让大家气愤的是，全联方面在事件爆出时的反应显得有些迟钝，除了表示配合金管会调查，要求一定期限内提交报告外，对受害者的安抚措施并不明确。一时间，许多忠实会员开始怀疑，连钱都守不住的全联，我们还能放心把银行账户绑定给你吗？这起支付风波其实有更深的背景。今年8月，全联完成并购量贩店大润发后，将所有原大润发门市统一改名为大全联，气势如虹。然而，他们也在那时宣布停用所有第三方支付，例如 Line Pay、街口支付等，全面要求顾客改用自家的全支付，也称 PX Pay Plus。许多消费者当时就觉得有点不方便，甚至反感。毕竟以前买东西可以刷手机里习惯的支付工具，现在被迫下载全联自己的 App， 绑定账户，才能在收银快速结账。全联这么做是想筑起自己的数位生态圈，没错。但对顾客而言，这等于被绑架在他的系统里。偏偏赶走了别的支付工具后，全支付却在11月爆出疑似被钓鱼骇客入侵的重大危机，这让不少此前不情愿却不得不用的顾客彻底爆发，早就不想用了。现在出了事，我干嘛还留在全支付？干脆连全联都别去了。可以说，全支付安全事件点燃了抵制全联的第一把火。二、食安与下架风波。就在支付事件曝光后的隔天，又一颗震撼弹出现在新闻版面的母毒鸡蛋事件。2025年11月初，彰化县卫生局抽检一家畜牧场的鸡蛋，验出其中芬普尼，一种杀虫剂的代谢物残留量超标3倍。这些毒蛋数量高达15万颗，已流入多个县市的市面通路，而全联正是贩售这批鸡蛋的渠道之一。收到通报后，各通路理应立刻下架，并通知消费者退货。然而在11月10日，高雄市卫生局突击稽查发现，某全联凤山门市的下架动作远远不够主动。架上问题，鸡蛋是下架了，但店家没有积极联络已购买的消费者。很多买到毒蛋的顾客还是自己看新闻才知道出问题，赶紧跑回来退货。这种被动处理引来监管单位的不满，高雄卫生局依食安法对该门市开罚，罚锾从6万元起跳，最高可达2亿元，已是此事严重。食安可以说是零售超市的生命线，毕竟民众信任你才会买你的生鲜食品。全联过去靠着实在真便宜的形象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但这次毒蛋事件中暴露出的处理不力，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把消费者健康放在第一位。一些网友开始回想起先前发生过的类似事件，例如今年稍早，高雄也有一起乌龙检验事件，当时检调单位一度公布全联贩售的冷冻台湾鲷鱼片验出动物用药残留，全联赶紧下架该商品，但事后证实是卫生局检验失误，鱼片根本没问题。虽然那次是场乌龙，
但也暴露出全联在食安危机处理上的慌乱和慢半拍。毒蛋风波更坐实了大家的担忧，当食品出包时，全联是否有完善的通报和回收机制？一旦答案是否定的，消费者对它的信任无疑再次被削弱。3. 标价与促销疑虑。如果说资安和食安事件是压垮骆驼的2根稻草，那接下来这根就是直接压死骆驼的木桩了，价格诚信问题。事实上，从2024年开始，就陆续有消费者在网络上抱怨全联门市的价格标示不可靠，货架标价跟结账价格对不起来的情况屡见不鲜，仿佛进了超市还得玩场找茬游戏。例如，有人分享自己买一瓶饮料，架上写着67元特价，结账却少出80元。也有人买进口饼干，促销牌标599元，结果刷条码是699元。更夸张的是，常见的买1送1或者第2件几折，看似占便宜，可有细心顾客计算发现，全联有时会先悄悄把单价调高，再做促销，导致所谓优惠后的价格其实跟原价差不多，甚至更贵。对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和学生族群来说，这种感觉就像被背叛的一样，你以为捡到便宜，实际却被商家套路。除了价格，商品标示的其他方面，全联也爆出问题。今年9月，有媒体发现某全联门市把国产马铃薯的产地误标成中国。要知道，台湾农业部规定，因为病虫害，中国大陆的马铃薯是禁止进口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产地中国的马铃薯在架上。全联事后解释这是门市人员的疏失，但类似的标示错误不胜枚举。例如，肉品重量标示比实际内容少，牛奶的来源地标示让人误解等等。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抱怨贴文，到了11月全联风波高涨时，被热心的网友统整成一份全联5大罪状清单，在社群疯传。其中头几条就是垄断市场、支付危机、标价不实、劳工剥削、食安瑕疵。一旦标价不实，这个罪名被坐实，对号称平价的全联来说杀伤力极大。毕竟全联常年打出的招牌就是同品质、同规格、市场最低价。如果连价格标示和促销都被认为是骗人的，那等于掐断了消费者对它最根本的信任。4. 供应商与商业模式争议在前端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业界内部对全联的经营手法也有不少微词，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全联的寄卖制模式。全联多数商品不是自己先买断进货，而是让供应商把货放在全联卖场寄售，等卖出去后再结算货款给厂商。表面上这听起来风险小，库存管理灵活，但实际上大量风险都转嫁给了供应商，货铺出去卖不动是厂商倒霉，得自己收回或打折处理。商品要上架，厂商常常还要负担上架费、物流配送费，甚至如果销售不好，还可能被扣罚款。许多中小厂商私下抱怨，跟全联做生意压力巨大，货款回收慢，现金流吃紧，还得配合他各种折扣活动自己让利，稍有不从就可能被挤下架。这些年全联靠着规模优势，谈判桌上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一度甚至被爆出使用所谓最优惠条款，要求供应商给全联的进货价必须是全通路最低，你不能卖给别人更便宜。这种做法已经接近垄断行为，引来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公平会在2024年认定全联没有遵守与大润发并购案时的承诺，暗中继续要求供应商签这种不平等条款，于是对全联开罚2000万元。虽然全联吃了罚单后声称会改善，但供应商圈子对他的不满早已埋下种子。所以当此次消费者抵制声浪兴起时，不少中小厂商幸灾乐祸之余也忧心忡忡。一方面，大家早就看大者恒大的全联不太顺眼，觉得他赚得盆满钵满，却处处压榨上下游。但另一方面，全联毕竟是他们产品最主要的销售管道之一，如果全联声势下滑，甚至营收受损，供应商也会跟着遭殃。这就像饮水与肚粥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供应商们的矛盾心理正反映出全联这些年独大所带来的市场隐忧。当一家通路商大到几乎垄断，上下游都没有太多选择权时，
稍有风吹草动，整个生态链都会跟着震动。5. 劳动争议与企业形象。除了对外的消费者和厂商，全联在对内的劳工待遇上也饱受批评。超市零售业本就人力密集，而全联一路扩张门市版图，却常被爆出人手不足、员工超时工作的状况。尤其物流、生鲜处理、人员调度等方面，有员工匿名透露，每天早出晚归，打10几个小时的工，时常累得半夜做梦，还在补货。这些话或许夸张，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早在2017年，台中一位罗姓女士在全联工作10年，劳动节当天于门市忙碌时颅内出血倒下，7天后不幸过世。她的家属质疑长期过劳导致悲剧发生，要求全联公开真相。一开始官方劳检认定无法证明是职业过劳，因缺乏完整加班记录，但家属不接受，持续抗议。那年罗女士头700日计时，家属更在她生前服务的门市前摆上棺木、撒纸钱，控诉全联是血汗公司。面对这样的场面，全联派出公关主管到场说明，却因拒绝向灵前献花而遭到群众斥责，没诚意，草草讲几句立场声明就快闪离去，态度被批评冷漠。这件5·1劳动节过劳死事件，当时闹上新闻版面，给全联的社会形象狠狠抹上了一笔灰。后来全联在改善劳动条件上虽宣称做出不少努力，比如调高部分职级的薪资、增设门市人手、实施轮休等等，但现场员工和工会的反馈往往是人嫌不够。每逢年节大档期，全联店员忙到脱层皮是众所皆知的事，而其起薪在零售业中也称不上有竞争力。有些离职员工在网络上爆料，全联的便宜是拿员工的命换来的，直指全联为了标榜低价，对内控制人事成本到近乎苛刻的地步。虽然这些指控未经官方证实，但是在抵制声浪的当下，他们纷纷被重新翻出，成了网友抵制全联的又一理由。我们愤怒的不只是价格和商品问题，还包括企业是否尊重劳工、善待员工。毕竟现代消费者的价值观与以往不同，很多年轻人认为一家公司如果血汗剥削，我就不想把钱花在那里支持它。这种道德抵制的心态，让全联面临的不仅是商业层面的压力，更有人们对其企业良心的拷问。6. 市场独大引发反感。综合上述种种问题之所以在全联身上引发如此大的反弹，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全联如今在台湾零售市场的地位实在太大、太重要了。回顾全联的发展史，不难理解它为何被称作庶民之光。从1998年民营化接手几十家小店开始，全联一路走薄利多销、方便平价路线，默默拓展据点。2016年并购松青超市，2021年收购大润发等一系列大手笔后，全联版图急速扩张。截至2025年底，全联在全台已有上千家门市，全台仅有连江县尚未设点，稳坐超市龙头。不少家庭主妇、上班族每日采买离不开全联，在许多中小城镇，全联几乎成了唯一的大型杂货店选项。多年来，全联透过福利卡会员制度累积了庞大的顾客资料，也透过一系列温情广告、幽默代言，像早年的全联先生广告，塑造出亲民朴实的品牌人格。他的口号省钱就是力量深入人心，仿佛只要走进全联，每个人都是精明持家的小英雄。然而最美好的定位有时反而成了最沉重的包袱。全联享受着规模带来的垄断利益，却也因此被赋予更高的道德期望。一旦他的所作所为与评价老实的形象不符，失望的民意反弹也比一般企业更猛烈。当全联成为市场上近乎无可取代的存在时，人们对他不再只是又爱又恨，甚至开始又怕又恨。怕的是如果不用全联，买菜可能要花更多钱，跑更远。恨的是这种依赖让消费者感到被牵着鼻子走，仿佛被巨头吃定。于是只要出现一个契机，人们积蓄的怨气就会一股脑儿爆发出来。而今年11月的接连几起事件，正是点燃这桶民怨火药的火星。现在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这场断联行动是怎么全面爆发的？答案其实呼之欲出。当支付安全、食品安全、
价格诚信、供应商怨言、劳工议题、垄断疑虑，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全联终于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群危机。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1月上旬，随着毒弹和支付争议成为新闻热点，一位匿名网友在新崛起的社群平台 Threads 上发了一篇长文，细数全联近期及过往的罪状，呼吁大家用新台币投票拒买全联商品。他戏称这场抵制为断联行动，既指断绝与全联往来，也讽刺全联英文名 PXMart 谐音配喜马，用谐音梗加深印象。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帖子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爆炸性的回响，短短几天，浏览人次破100万，成千上万网友分享转载断联行动，一时之间在各大社群平台刷了屏，网友们热烈响应，有人在社群上贴出自家冰箱和厨房，这些原本全联进的货，我决定买光它们就不补了，还扬言之后改去传统市场或其他超市购买。有的人甚至跑到附近全联门市拍摄，空荡荡的走道照片上传。附文说，平常这个时段应该一堆人，现在冷清成这样，全联惨了。虽然也有人质疑这些照片的时效和真实性，可能只是比较离峰的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抵制全联不再只是3-2个人在喊，而仿佛变成一场网络上蔚为风潮的运动。另一边厢，也有部分理性声音提出不同看法，例如一些全联的忠实顾客，特别是中高年龄层，表示自己并没有察觉什么大问题，觉得抵制有点言过其实，全联东西还是很便宜啊，出事也都有处理，不至于不去了吧。还有人替全联说话，超市难免有疏失，别忘了他平常也提供很多便利和优惠，建议大家别被情绪带着走。这些反馈显示，抵制虽声势浩大，但未必全民一面倒，大众意见其实是分裂的。面对铺天盖地的负评与退卡，不少人宣称要注销全联会员卡，卸载全支付 App。 全联官方显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通常企业遇到这种舆情危机，会有2种典型反应，一是火速灭火，公关危机处理，包括公开道歉，给出解决方案，惩处相关责任人等等；二是冷处理，降低声量，避免更多人注意到负面话题，等风头过去再说。全联这次似乎选择了后者，在抵制声量最高的11月中下旬，全联的官方脸书粉专和其他社群账号明显降低了发文频率，平时活跃的全联小编突然沉默，引来揣测。有人说这是全联的公关策略，试图以静制动，别再刺激网友。也有人认为这反而适得其反，因为当你不发声，让谣言满天飞，更难挽回品牌主动权。在这场数位时代的风暴中，低调回避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应对？现在看来疑问重重。其实情绪优先于事实是当今社群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一旦网络上形成对某品牌的负面印象，即便企业拿出各种数据澄清或撇清责任，都很难立刻扭转人们心中的观感。全联也不例外，尽管某些指控未必100%属实，例如先前提到的鲷鱼乌龙检验其实是误会一场，但在群情激愤的当下，理性的声音容易被情绪淹没。全联如果只是一味否认或解释，非但不能平息怒火，反而可能被解读为推诿。像这次抵制潮中，就算全联内部有人想出来辟谣或澄清价格问题的来龙去脉，恐怕也难有市场。毕竟民众已经先入为主，认定你不老实。那全联应该怎么办呢？有公关专家建议，不妨参考类似遭遇危机的其他品牌如何自救。譬如素食业者达美乐曾在顾客抱怨披萨品质引发网络挞伐时，采取的是积极对话，以火救火的策略，连续3天在网上公开处理差评，亲自向投诉顾客致歉，甚至拍影片承认不足，最终成功将风评逆转。反观全联目前的策略相对保守，仅在官网发了几篇声明稿，强调已针对治安加强防护，门市加速改用电子价签等措施。同时高层也私下表示，全联仍致力提供平价商品，恳请消费者给机会。但这些信息并没有透过有创意或有温度的方式触达年轻网友，所以效果有限。年轻世代的消费者要的不是你在那里讲大道理，
而是看到企业真诚改变的行动和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全联确实开始执行一些补救措施了，例如前述电子价签、电子价卡的推行。董事长林敏雄下令未来3年内斥资数十亿元，把全台1200多家门市的传统纸价牌全面换成电子价签。这项措施一来可以降低人工贴牌的错误率，确保架上价格和结账价格同步更新；二来也能及时调整促销信息，看似用科技手段杜绝标错价问题。然而，有网友吐槽，标价对了又如何？如果根本就是提价后再打折，那电子价签也救不了诚信。可见价格策略本身是否公道，仍是大众关注焦点。不光是标示工具的问题，在资安方面，全联对全支付用户提出的应对是建议大家更换密码，提高警觉，并强调系统本身没有被入侵，是消费者遭遇钓鱼诈骗。然而，许多用户并不买单，觉得你全联推广自家支付工具就该肩负起保护用户的责任，而不是出了事让消费者自行吸收损失。目前金管会已介入调查此事，全联未来可能被要求对受害者做出补偿或改进资安机制，才能挽回信心。至于食安部分，全联在毒弹事件后宣称，将建立更完善的食品来源追溯函通知系统。例如，一旦政府通报某批商品有问题，全联能马上透过会员联络信息通知购买过该商品的消费者，提醒他们退换货。这听起来是负责任的做法，但说到底要看执行力如何。如果下次再发生类似事件，全联能否真正快狠准地处理，才是民众观察的重点。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断联行动真的会让全联一蹶不振吗？